各位朋友，早上、中午、晚上好，这里是一老大。比特币昨天晚上冲高回落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去看行情呢？我们赶快回到盘面吧。首先，我们看到比特币4小时 K 线图，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条蓝色的趋势线，这是我们2个礼拜前画的瑞卡牛起。目前比特币是在7月18号晚上8点的时候，已经跌破这个瑞卡牛起了，目前已经回到了这个大型的震荡区间。现在比特币价格大约是117900附近。比特币会怎么走呢？我们首先还是先看我们做的这个指标叫 Emotional Trading Index， 这个指标它其实是来计算这市场的非理性多头资金的状况。那当然这个有包含这些杠杆的这些资金，这些短期的这个出量的状况。只要 Emotional Trading Index 非理性多头资金是变多的话，庄家就会有想要洗盘的倾向。那目前那个 Emotional Trading Index 是穿一种往上，是正的。所以其实我们在昨天8点看到这个比特币它好像有要拉涨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早就已经判定它这个是一个不健康的拉涨，因为这时候的 Emotional Trading Index 是逐渐往上的，这时候是有许多的非理性多头资金进场。那最后也验证了它的确是往下砸的，那最后它的确是一个不健康的上涨。目前 Emotional Trading Index 还是一个正的数值，那庄家还有想要洗盘的这个倾向啊，他还想要来洗盘。那除了 Emotional Trading Index， 我们再看其他2个我们常看的数据，一个是资金费率，一个是多空持仓人数比。资金费率目前是0.0109、0.0108附近，它 normal 值是0.01。它是微微的比 normal 值来得高。那目前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大多头的状况下的话，在0.01附近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所以我们这个资金费率目前是一个中性的一个数值。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多空持仓人数比，可以发现多空持仓人数比在上一次的低点出现的时候，这个主力大户有进场的状况，因为它是往下的趋势的话，就是一个主力大户进场，散户离场。它有进场状况，可是一到了这个12万美金的时候，比特币在12万的时候，这个主力大户都开始出场了，反而是这个散户进场。那后面这一大段都是散户进场的一个状况，因为这个多空持仓人数比它是持续往上的。那目前还是一个这个往上的一个趋势，所以多空持仓人数比现在是一个偏空的一个状况啊。可是我们可以发现，现在这根反弹，这个是有大户进场的哦。这个多空持仓人数比是有忽然有往下的红柱出现。不过我们要看它的延续性，如果它有持续延续的话，我们才可以判断说，这样主力大户真的是要进场。但是大的这个线型来看，这个趋势依然是往上的，代表现在仍然是散户接盘为主，所以多空持仓人数比目前是偏空的。资金费率是中性，这个 Emotional Trading Index 也是偏空的。3个数据有2个数据是偏空的，那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推测，专家还有这个盘整洗盘的需求。那如果我们以 K 线来说的话，我们又知道现在庄家是想要洗盘的，所以它其实有蛮大的可能性，它是会来到更低的位置来清扫这个下方的 FVG 的流动性。这边大概是在114700附近，其实它是有机会到来的。那目前我们又看看这个盘整有没有办法这个撑住，那会不会来个假跌破，顺便清扫一下 FVG， 然后收回往上。那收回的时候，如果只是单纯就这个 K 线图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在 FVG 或者是收回的这个下方这个盘整区间的下边缘线来做这个入场做多的动作。但是为了提高胜率，我们还是要去观察这些数据，来辅佐我们确定是不是要入场。不然的话，要入场的话，这资金一定是要放小，因为 Emotional Trading Index 目前是一个看空的一个讯号。好，这个是 K 线数据的部分。那我们看一下比特币 ETF。比特币 ETF 在最近这1-2周里面，全部都是净流入的。那一直维持蛮高的净流入，
从这个4亿美金、8亿美金、5亿美金，到上礼拜五是3.6亿美金，都是一个蛮高的净流入。比特币美股 ETF 对比特币来说就是一个输血站，它持续为这个比特币注入营养液啊，就是让它可以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力气去继续往上。目前它其实是目前比特币状况是一个偏空状态，所以我们要看今天往上比特币 ETF 是不是还可以继续的为这个比特币输血，让它撑住。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以太币的 ETF， 以太币的 ETF 也可以发现最近也是都是一个蛮大的净流入，也是跟比特币有相同 level 的净流入，2亿、2亿、这个7亿、6亿、4亿美金的净流入。这个数字只是好像跟这个比特币差不多，可是你要想，以太币的市值是比特币的1/6，以太币的价格是比特币的1/30，所以你可以想象，同样的资金如果砸到这个以太币的话，它的波动有可能会造成6倍到30倍的更大的波动。所以可以想象，以太币如果有持续的 ETF 流入的话，它后面的涨幅可能会是比特币的6倍到30倍。那我们就继续看看以太币可不可以顺利突破4万美金，然后突破4万美金之后，如果还有这么持续的净流入的话，那可以想象后面有不错的涨幅。好，这个是 ETF 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宏观数据好了。这个是 Bitcoin 的这个 Exchange Net Flow， 就是交易所的净流入状况，比特币的净流入状况。交易所比特币净流入是什么意思？净流入就是从你的冷钱包提到这个交易所里面。那一般来说，你的比特币提到这个交易所里面，当然就是要卖的嘛，那就会形成一个潜在卖压。可以发现，在这个7月14号跟7月15号的时候，分别有7000颗比特币，还有这个5000颗比特币，这个流到这个交易所里面，最后就引发了一个蛮大的一个下跌。那现在呢？现在在7月17号的时候，又有32000颗比特币这个转到交易所里面。那我们还是一样，assume它就是要来卖的，所以它其实目前是有蛮大的一个卖压，就是这个3万颗是前几天12000颗的3倍嘛，对不对？这个跌幅有可能比特币跌到这个猎取流动性的位置是14700，是蛮有机会的。对，那我们就看看市场哪时候可以消化这么大根的净流入。好，另外一张图是刚刚那张净流入的 accumulation， 就是它的累积图。对，你也可以想说，它就是交易所目前所有的 total 的流通量，它的英文叫做 Bitcoin Exchange Reserve， 简单说就是交易所比特币流通量。那你可以发现，跟我们刚刚看到的一样，它其实在7月17号的时候有大量的比特币转入交易所，这些比特币目前还没被消化掉啊，所以还有潜在的卖压。搭配我们刚刚的这些数据，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判断，它就是要一个洗盘。就算它现在上涨，也不是一个健康的上涨，随时会被庄家砸回去。所以我们看看哪时候 Emotion Trade Index 可以穿一种往下，哪时候这个多空持仓人数比可以发动一个大户进场、散户离场的一个讯号。看哪时候流入交易所的比特币的这些比特币可以被消化掉，那大概就是这个比特币要再开启一波大涨的这个时间点了。好，这是7月21号的更新，希望你会喜欢。那记得赶快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